当谈到全球最先进的战斗机时，大家通常会联想到美军的 F-22猛禽和 F-35闪电隐身战机。然而，美国波音公司同样利用隐身技术，对传统战机进行了深度改造，将 F-15战机升级为 F-15SE 沉默鹰，将 FA-18战机升级为 FA-18I 沉默大黄蜂。尽管这两款战机多次亮相国际航展，并参与多个战机竞标，但至今未能赢得任何国家的采购订单。最近，台湾提出向美军采购先进武器装备，而美方积极向台湾推荐了这两款战机。那么问题来了，这两款战机是否真的适合台湾的需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分析一下。提到波音公司，人们更多会联想到波音737、波音747等民航客机，而较少注意到波音也参与了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事实上，这一转变要追溯到1997年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并。从那时起，原属于麦道公司的 F-15和 FA-18战机才成为波音的嫁妆资产。然而，这并未让波音改变其以民航为主的业务方向。转折点出现在1996年，美国空军启动了联合攻击战斗机 JSF 项目竞标。JSF 计划旨在为美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提供一种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并计划大量出口盟国。这一项目的巨额潜在利润吸引了波音公司的注意，也让公司决心重新发力战斗机领域。为竞标 JSF 项目，波音公司开发了 X-32验证机。为了满足低成本、隐身性和多用途的需求，波音参考了海鹞式战机的设计，特别是在为海军陆战队研发垂直起降型号时。然而，为了容纳发动机、延长喷管以及内置武器弹舱， X-32采用了非常臃肿的机身设计，这也使得其外形颇为另类。2001年，美国国防部宣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JSF 方案胜出，而波音的努力付诸东流。尽管在 JSF 项目中失利，波音并未完全退出战斗机市场，而是继续利用 F-15和 FA-18的成熟平台，探索隐身化升级。这一策略一方面是为了延长这些经典机型的市场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国际市场对低成本隐身战机的需求。然而，这些努力能否转化为实质性的成果，特别是台湾是否适合引进这些战机，仍值得探讨。然而，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 F-35战斗机进行改进后， F-22尚未出现的一个问题却在 F-35上浮现了。作为顶级制空战斗机， F-22依靠机身弹舱内的6枚 AIM-120中距空空导弹以及进气道内的2枚 AIM-9X 超级响尾蛇近距格斗导弹，完全可以满足制空作战的需求。然而 F-35的载弹能力却显得捉襟见肘。F-35A 型和 C 型在内置弹舱中仅能携带2枚900公斤级制导炸弹和2枚 AIM-120导弹，如果执行制空任务，仅能内置2枚超级响尾蛇和2枚 AIM-120。而 F-35B 型由于升力风扇占用了部分弹舱空间，仅能携带2枚450公斤级制导炸弹和2枚超级响尾蛇，其载弹量进一步受到限制。为了提升 F-35的载弹能力，洛克希德·马丁的工程师提出了一个创新方案。既然 F-35B 和 F-35C 已经研发了4管25毫米机炮吊舱，那么将这一机炮吊舱改造成隐身武器吊舱，便可以有效扩展 F-35的外挂能力。这样一来， F-35便能够在机翼下携带多达4枚900公斤级制导炸弹或16枚 AIM-120空空导弹。这一消息传到波音公司后，引发了高层的兴趣。在 X-32研发失败、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失利后，波音急需一种方式弥补研发资金的损失。当得知洛马正为 F-35设计隐身武器吊舱后，波音高管认为，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 F-15和 FA-18战斗机。通过将传统外挂武器移入隐身吊舱，波音不仅能够显著提升这2款战机的隐身性能，还可以借助 X-32项目积累的隐身技术经验，推出一款性能接近 F-35但价格更具竞争力的新型战斗机。这一策略为波音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同时也让沉默鹰和沉默大黄蜂成为改进的核心方向。正是基于技术与经济的双重考量，波音公司启动了 F-15SE 沉默鹰项目。巧合的是，只需将
F-15的双垂尾向外倾斜15度，便可显著降低侧向的雷达反射面积，与 F-35的隐身设计理念类似。此外，波音在 X-32项目中已积累了隐身涂层技术经验，为 F-15涂装隐身材料并不构成技术难题。更重要的是， F-15E 已升级为配备 NAPG-63有源相控阵雷达的版本，在雷达性能上缩小了与 F-35的差距。波音的工程师还发现，若对现有的保型油箱进行放大改造，便可将其转变为容纳空空导弹的武器舱。2010年推出的 F-15 SE 沉默鹰，除了双垂尾外倾外，其气动外形变化不大，但机身侧面新增的2个大型鼓包吸引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当这些鼓包舱门打开时，可以各自伸出2枚 M120空导弹。如此一来，沉默鹰无需外挂武器，既避免了增加气动阻力，也降低了雷达反射面积，同时仍能保留与标准版 F-15相近的空战能力。随后，在2013年，波音又推出了 FA-18I 沉默大黄蜂的升级方案，类似于沉默鹰。这款改进型大黄蜂也将双垂尾调整为外倾设计，同时采用隐身涂层，以降低雷达反射信号。考虑到超级大黄蜂机体较小，波音团队为其安装了改进版保型油箱，并研发了一种可以内置4枚 M120空导弹的隐身武器吊舱。虽然超级大黄蜂原本拥有11个外挂点，但沉默大黄蜂仅保留3个用于挂在武器吊舱。在挂在3个吊舱的情况下，其空战火力与标准版超级大黄蜂相当。此外，沉默大黄蜂已配备先进的 NAPG-79有源相控阵雷达，而其机体本身的雷达反射面积也较 F-15更小，这使得其在隐身性能和火力配置上实现了良好的平衡。沉默大黄蜂的火力更强，综合性能更接近 F-35，但正因其性能高不成低不就，加之价格昂贵，这2款战机至今未能取得任何外销订单。波音公司最初认为，那些无法负担 F-22或 F-35的国家必然会选择更便宜的沉默鹰和沉默大黄蜂，特别是在新世纪初，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都在寻求采购新一代战斗机，一度让波音看到了这2款战机成功的希望。然而，无论波音如何在国际市场上大力推销，却始终无人问津。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凡是有能力购买这类战机的国家，要么已经参与了 F-35项目并享受合作优惠，要么直接选择购买 F-35，而其他中小国家则根本无力承担这2款准隐身战机的高昂费用。从技术角度来看，这2款被称为准隐身战机的产品，其隐身性能实际上并不理想。现代喷气式战斗机的正面雷达反射面积主要来源于发动机高速旋转的叶片，因此像 F-22、F-35以及歼20等隐身战机都会采用 S 型进气道设计，以遮蔽发动机叶片，降低正面雷达波反射。然而，沉默鹰和沉默大黄蜂毕竟是基于老旧设计进行升级，无法对原有机身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如果重新设计进气道，工作量相当于开发一款全新的战斗机，这显然与波音试图打造廉价准隐身战机的初衷背道而驰。此外，这2款战机的外挂隐身武器吊舱设计也令人质疑其实际效能。F-22和 F-35通过内置武器舱，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隐身，又保留了卓越的空战机动性能，甚至可以实现超音速巡航。而沉默鹰和沉默大黄蜂加装保型油箱或武器吊舱后，其气动阻力依然显著，飞行性能与原版战机相比没有明显改进。同时，这些外挂组件的机械可靠性也难以与传统外挂点相提并论，这让潜在买家不禁怀疑，如此昂贵的战机为何连美国空军都不愿装备？是否只是波音的概念产品，以炒作隐身战机之名争夺军费？1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沉默鹰还是沉默大黄蜂，它们至今在国际市场上依然颗粒无收，成为战机市场上不折不扣的陪跑者。F-20的悲剧似乎正在重演，波音的努力恐怕注定徒劳无功。面对这一局面，波音高层自然感到愤懑不已。原本希望借沉默鹰和沉默大黄蜂收回 X-32项目的研发成本，结果却白白又多投入了一笔资金。那么，这2款性能接近第4代战斗机的产品，是否还有打开外销市场的可能？
在这里，唯一或许能让波音打破僵局的假设是 F-35只供美国空军自用，并全面禁止出口。回顾世界航空发展史，类似的教训并不鲜见。早在1978年，并入洛马公司的通用电气公司成功研发了 F-16轻型多用途战斗机。当时的卡特政府宣布， F-16将优先装备美国空军，暂不对外出口。诺斯罗普公司老板误以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组建团队，推出了 F-5双发轻型战斗机的终极改型 F-20。F-20在早期 F-18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机翼和机身后半部分，安装了先进的 NAPG-67火控雷达，使其具备发射麻雀中距空导弹的能力。动力系统则采用与 F-18相同的 F-404涡扇发动机，这让 F-20在技术层面迈入了第3代战机的行列。然而，就在 F-20即将完成研制时，美国里根政府突然解除 F-16的出口禁令，结果原本打算购买 F-20的客户纷纷转向了 F-16，而那些无力购买 F-16的国家同样买不起 F-20，最终 F-20在即将进入市场的最后关头被迫下马，给诺斯罗普公司带来了惨痛的财务损失。如今，波音似乎重蹈了诺斯罗普的覆辙。问题在于，波音在推出沉默鹰和沉默大黄蜂之前，洛马公司已经通过 F-35的大规模生产，大幅降低了成本，将其出口价格从最初的超过1亿美元压低至8000万美元左右。而波音的这2款战机售价却定在第3代战斗机与早机型 F-35之间。当 F-35具备更高的性能、更好的隐身能力以及更低的价格后，再也没有国家愿意购买这2款价高质低的战斗机。至于台湾是否会成为沉默鹰和沉默大黄蜂的首批用户，目前尚无定论。但在 F-35已被大量出口的当下，这2款战机的市场前景恐怕依然暗淡。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